大家好，在进行前院修整种植前呢，先让大家看一下10月时的前院的样子啊。这虽然看起来困难重重啊，但在堆草槽设立后，人工除草就会有很大的效率啊。不过现在这种情形更可以说明目前的地力可以相信叶菜类不用施肥的原因了。后来堆草槽的设置呢，没有进行挖掘啊，直接将菜床改成堆砌杂草的空间啊。现在这景象已经是将高大杂草清除尽完毕啊，只是有些绿盎然的部分呢，并不只是小草，而是蒜头被掉落的草籽又长出杂草给淹没了，也算是更贴近自然农法了。由于蒜头上方有覆盖一层稻草，所以除草后还可以让杂草吸收的养分再回馈回来啊。这等日后再说明如何反馈回来的方式啊。目前是因为前一阵子有下雨，就直接摆烂让杂草生长。虽然已经有一阵子没有下雨啊，但是这些草籽新长出的杂草，处理的方式其实就可以轻松一点，直接先试拔看看，测试一下土壤的湿黏状况，再决定要不要开始除草。在此先分享一下这里的邻居整地状况。我说整理起来后应该很有成就感，结果他说他照我说的方式逐步整理后，先不要种植叶菜类，而种植高大的作物了。个人看完之后，只能说真的是高手在民间啊。第一次种菜的人，既然执行率可以这么高，看到新手都可以如此快速上手呢，除草的计划也就更有信心了。虽然这草籽长出的新杂草还蛮容易拔的，但是拔除后呢，会将土表的土壤带起啊，而这些嫩草还没有草籽，就直接用锄头刨除了，让草与土壤先留在原地晒干，等晾干后再做分离的动作。而这里其实有一条走道啊，只是因为这原本不是个人种植的区域啊，因此土壤已经崩落到走道都被淹没了。拉起走道上的杂草抑制洗后，已经2个星期没有下雨啊，下方还是非常潮湿啊，就先让走道与菜床的杂草一起先晒干，再来处理啊。而要重建菜床，目前的规划都是以夏天适用的方式调整，将比较宽的菜床中间挖出一条蔓延道，这在天气热的时候
担任主要漫淹浇水的位置啊，而不直接将水浇淋在种植区哈。这是避免天气热的时候过于频繁的浇水会导致土壤板结啊。而明明要种植冬天的菜床，却是用夏天的考量设计呢？这是因为冬天对于菜床的要求比较低啦，夏天的模式冬天也可以适用。而这样垫高菜床浇水的方式，也是要尝试克服土壤湿黏的问题啊。因此才会又将菜床切开来，不要那么宽了。这样遇到连续降雨脱水会比较快，就算要翻松除草也会比较省事啊。虽然说种植的空间少了一条沟槽宽哈，但是沟槽的土壤却可以让菜床垫得更高啊，得失之间省事就好啊。另外外围的部分菜床也会重新调整啊。不管是纵向或是横向，中间不但会留一条沟槽，还会尽可能的将沟槽连接起来。目标是改采漫淹浇水，可以定点浇灌进水啊，让水自己流动进行浇水。甚至这只要将排水处挡住，拉高水位，让水直接往菜床的沟槽自己流动啊，不需再额外动力辅助，也是可行的。这目前省事设计先用说明的表达方式还不够完尽啊，等实际漫淹后就可以非常省事啊。简单说就是调整地势，不需要自己浇水，只需要开关水就好。而现在菜床调整的方式是在接近后院啊。后院因为地势比较高，又采用了垫高种植啊，不但不容易长草，就算要除草也非常容易啊。另外土壤也不会一遇下雨就湿黏了。现在这几组菜床就是仿照后院小菜床的方式啊，先让这区块看能否先稳定下来。不然前面除草的时间实在占掉太多了。将菜床立体化或说是立拢后呢，只要1天的时间，土壤表面就可以有明显干燥的效果。先将走道回铺设好杂草抑制席，可以看得更为明白啊。这条比较宽的主要水路，夏天需要比较多的水量才会用到，也就先缩小水路沟槽来增加一点种植空间啊。如果你的土壤是容易湿黏的土壤，用来种菜也不是完全是缺点啊，至少土壤的保水性也会相对好。翻松土壤的时候，可以让团粒结构大一点，这可以避免土壤一遇到水就会凝结变硬不透气啊。敲得太细碎，土壤会变得很不透气而败根啊。整好地之后，这区块就可以开始种植了。由于这区块都是要种植叶菜类啊，全部采用高密度撒种的方式，分别会先撒种甜油菜心、西螺大叶菠菜、紫薇小白菜与茼蒿啊。没有一次将菜床用光的原因呢，是因为撒种撒得很密集，可以预留当疏苗使用啊，或是留给已经先行育苗的大陆妹与山茼蒿移植使用。后面这2组还有变化，要看整地速度而定。先来看一下10月下旬采用调坡的甜油菜心现况啊。这菜色看起来很舒服之外呢，实际尝鲜的结果很受喜爱啊。菜叶跟菜梗都没有纤维的口感啊，只是还没时间将完整影片拍摄完毕了。现在暂时将生长进度呈上。现在再次加大种植空间的也是甜油菜心啊，只是撒种的方式不是调播，而直接分撒。先高密度撒种，这日后要再进行移植，也是非常容易存活的作物啊，几乎不需要时间就可以恢复生长。
因为它虽然可以反复割取采收呢，不过因为菜梗非常好吃啊，需求量比较大，所以就多种植一点。而现在撒种的方式，在短天期的叶菜类也都适用啊。因此，先行撒种的4种菜方式相同，就只拍摄一组哈，节省一点时间呐。不然拍摄费时，剪接影片也很花时间呐。撒完种之后呢，刨平团粒结构的土壤，可以视为覆土，也可以是为了让种子卡进缝隙里啊。这样除了浇水时可以避免种子流动，也可以让根系钻比较深一点。最后再铺上摆放许久的隧道梗，这若是要用来保湿，在夏天会很好用啊。不过现在露水比较重，还有吸收水分的效果。而个人撒上稻梗的最主要目的有2个，一个是浇水时会比较方便，二则是方便小狗辨识种植区啊。幼苗时狗踩踏的威力比菜虫厉害多了。至于如何收集稻梗的影片呢，再简单说明为何这一个季节是比较好收集的原因啦。而由于让这些土壤的团粒结构比较大，因此第一次浇水时，只要让团粒结构的土壤吸饱水呢，就不需要理会前3天需要注意保湿这件事啊。土壤的保湿效果加上已经铺设稻梗，增加保湿啊。个人只观察菜床上留下了多少狗的足迹啊。接续就只是要思考片头左侧除草后要让什么作物进驻的问题了。谢谢收看。